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Nurse 很忙，你最近有没有发现，亲戚聚会变咳嗽大合唱，办公室同事个个像在拼肺活量比赛，去诊所人多到排到巷子口，然后重点是家里长辈还说什么啊，我只是小感冒了，这个天气了，早晚温差大，我身体知道，你不要那么紧张好不好？以前 SARS 我也活下来啊。拜托，SARS 活下来代表你很会躲病毒，不代表你今天还能不快筛不戴口罩啦。我以前没再戴口罩也没事啊，吃个感冒药就好了。我不喜欢快筛，那个很痛，小病不用看医生，浪费钱。发烧才是重点了，我没烧哎。我是肺，我今天很忙。他们以为只是感冒，直到全家一起上演肺活量大赛。很多人以为现在疫情不是已经趋缓了吗？现在中也不会怎样吧？根据台湾疾管署2025年5月最新公告 ，XBB 变异株仍然在社区扩散，感染症状更像感冒，更不典型，长辈与慢性病患风险依旧高。文献指出 ，XBB 感染者在感染初期症状不明显，但更容易诱发肺炎与心血管并发症。你说现在的 COVID 已经不严重了，跟以前比，是不是像流感？我来帮你破除这个迷思。COVID 就像病毒界的 Netflix 原创大剧，从2019上架以来，已经续订到第5季，还一直在出新角色。它是由 SARS-CoV-2 病毒引起的一种冠状病毒感染疾病，可以攻击你的上呼吸道、喉咙、鼻子，也可能深入到肺部、心脏、血管、大脑、肾脏。但可怕的是，它不是只打一次，它会不断变装进化。2020年为原始株，大家对于病毒的印象大多是武汉肺炎。而当时新闻播报许多重症案例，且第一次与病毒见面，所以大家都怕爆。2021年变异株为 Alpha、Beta、Gamma， 对于病毒的印象就是传播力升级变强，大家都在打疫苗。2021到2022年变异株为 Delta， 对于病毒的印象就是最凶，重症率高，杀伤力强，死亡率最高。2022到2023年变异株为 Omicron， 对于病毒的印象就是快速传播，具有超级传染力，症状较轻，像感冒。2023到2025年变异株为 XBB， 包含 XBB 1.5、1G5， 也是现在进行式。对于病毒的印象就是传染力爆表，你明明打过疫苗，也得过一次，但它还是能找到漏洞，再骗你一次。你以为你有抗体，就像你以为自己学会怎么看诈骗电话了。但 XBB 这种病毒，连你防诈都会被它破解。所以 COVID 根本还没下班，只是换了个穿搭，走进你生活。你以为这波是弱化版病毒？错。根据 CDC 美国疾病管制局与 Lancet 资料， XBB 是 Omicron 的变异组合体，拥有极高的免疫逃脱能力，意味着你得过 COVID 也可能再得一次，疫苗保护力也会下降。XBB 的3大特征，传染力比过去强2至3倍，在人多地方只要有人咳一声，你就可能中标。潜伏期短，症状更模糊，有些人只有喉咙卡痰、轻微咳，还以为是过敏或吃太多杂物。高风险族群一样会重症，包括65岁以上长者、有糖尿病、高血压、肾脏病、心脏病的人、癌症患者或免疫力较低的人。还有提醒30岁以下的各位，不要以为还年轻中了也不会怎样。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天天熬夜、压力大、不运动、血压高、常喝手摇？那么你的身体年龄说不定早就提早老化，也是相当危险。18到45岁年轻族群若有肥胖、三高、压力失调，感染 COVID 后重症风险更是翻倍。我没发烧，应该不是 COVID 吧？实际上 XBB 很多根本不会发烧，但血氧在偷掉。我打过疫苗，所以不会中了。实际上疫苗会让你不容易重症，但不能保证你不会感染。我年轻，应该不会有事。实际上你如果生活作息不正常，身体年龄早就提早老化。我以为只是感冒，就出门了。然后你变成职场超级传播者，让整层办公室疯狂快筛。我不想去看医生，应该撑一撑会好。结果撑到呼吸困难，进医院就插管。就是新闻常说的快乐缺氧。那所谓快乐缺氧到底是什么呢？简单来说就是，你笑着、走着，以为自己很好，其实你肺部快报废了。
看起来好像还能走路、讲话，实际上血氧低于 90%， 肺部已经发炎，呼吸交换出问题，一送医就是插管。然而你不知道的是 ，NEJM 2022研究指出 ，COVID 患者若无症状，但持续血氧在 92% 以下，预后不良率显著上升。高龄感染者发烧比例不到 60%， 但住院率与死亡率远高于一般族群。防疫已经不是恐慌，而是日常。你不用怕病毒，但也不能当它不存在。有咳就快筛，快筛阳应居家观察加预约医师诊断。与高风险者接触应戴口罩。该打疫苗就打，不是为了不感染，是为了不要重症。指挥中心2025年5月更新建议65岁以上慢性病族群每年补打新一代疫苗。若出现胸闷、喘、意识模糊，立即就医。今天你咳，明天你喘，后天你全家群组在讨论哪家急诊比较没人。其实只要一点点保护，就能避开那些本来不该发生的重症。所以口罩戴起来，快筛备着，疫苗打好，不是为了你自己而已，是为了你爱的人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按赞、订阅及分享 Nurse 很忙频道。最重要的，别忘了开启小铃铛，让我们一起守住这一波全家咳到走中的疫情。如果你家阿嬷也说自己只是小感冒，请把这支影片转给她。